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年终表彰大会，部门同事奖金数额整齐划一，全是38万8千。当念到我的名字时，总监的声音顿了一下，目光不自觉地瞟向主席台上稳坐如山的老板。老板端着红酒杯，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冲他微微点了点头。顾研的年度特别贡献奖是，总监深吸了一口气，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半扇珠，我笑着走到老板身旁，俯身替他点燃香烟，然后看着他的眼睛，平静地说出了一句话，就是这句话，让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夹着烟的手指猛地一抖，烟灰簌簌落下，眼中充满了极致的震惊与惊慌。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滨海科技的年会大厅里，喧嚣的人声与炫目的灯光交织成一片虚假的繁华景象。巨大的红色横幅从天花板垂落，上面印着的再创辉煌4个烫金大字在灯光照射下反射出刺眼的光芒。我叫陈延墨，今年34岁，是这家位于滨海市的软件公司技术部的一名普通程序员。不知不觉间，我在这里已经度过了6个年头。财务总监张姐妆容精致地站在舞台中央，手里拿着一叠现金支票，用刻意拔高的声调宣布：研发一部，周强年度卓越贡献奖，奖金38万8千元。周强像弹簧一样从座位上弹起来，3步并作2步冲上台。他接过那张薄薄的支票时，双手因为激动而微微发抖，脸上绽放的笑容几乎要溢出脸颊。市场部李雪年度销售冠军，奖金38万8千元。设计部王萌年度最佳创意，奖金38万8千元。一个又一个名字被念出，奖金数额整齐划一的都是38万8千元。台下爆发出阵阵掌声，其间夹杂着羡慕的惊叹和兴奋的尖叫。我独自坐在宴会厅最偏僻的角落，面前的茶杯早已凉透，舒展的茶叶在杯底缓缓沉浮。我平静地注视着台上那场热闹的演出，仿佛这一切与我毫无关系。会场的气氛在酒精和奖金的刺激下越来越热烈，就连平时最内向的行政部新来的小姑娘都站起来用力鼓掌。研发一部，陈延墨。张姐念到我的名字时，声音突然卡了一下，脸上职业性的笑容也凝固了一瞬。我放下手中的玻璃杯，不紧不慢地站起身，轻轻抚平衬衫上的褶皱。周围同事们的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我身上，那些眼神里混杂着好奇与幸灾乐祸。张姐的视线越过人群，望向坐在主桌的老板刘建明，不自觉地皱了下眉头。刘建明舒适地靠在宽大的椅背上，右手优雅地晃动着红酒杯，深红的酒液在杯壁上划出优美的弧线。他察觉到张姐的目光，朝她微微点头，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陈延墨的年度特别贡献奖是，张姐深吸一口气，像是要鼓起全部勇气。半扇珠，原本喧闹的会场瞬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寂静到能清晰听见空调出风口的微弱气流声，以及旁边同事紧张的吞咽声。短暂的沉寂后，不知是谁先忍不住发出一声轻笑，这声笑像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立刻激起层层涟漪。转眼间，整个宴会厅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哄堂大笑。我没听错吧？半扇珠，这是年终奖
还是年货采购？市场部经理吴刚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流了出来。太有创意了，刘总真是别出心裁。设计部的一个年轻女孩捂着嘴，肩膀不停抖动，哈哈哈，这是要开农家乐吗？太绝了！笑声如潮水般一波波涌来，将我完全淹没。我面色平静地走上舞台，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张姐的脸涨得通红，她尴尬地避开我的视线，低着头，仿佛做错事的是她。她身后的2名工作人员费力地推上来一辆小推车，车上放着一个巨大的白色泡沫箱，箱盖敞开，露出冻得硬邦邦、覆盖着白霜的半扇猪肉。台下的笑声更加肆无忌惮，还有人吹起了口哨，充满戏谑和嘲弄。同组的周强正拿着那张388000元的支票向旁人炫耀。看到我上台，他凑过来，用既同情又幸灾乐祸的语气小声说：“莫哥，你这奖金挺实在的啊。刘总这是什么深意？”我没有理会他，伸手从泡沫箱里提起那半扇猪肉，分量很沉，估计有70-80斤，冻得像块巨石，冰冷的触感从指尖蔓延开来。我走到话筒前，声音平稳地说：“感谢公司，感谢刘总的厚爱。”语气平静的像在播报天气预报。坐在主桌正中的刘建明慢悠悠地举起酒杯，隔空向我示意，脸上挂着毫不掩饰的笑容：“小陈啊，别往心里去，主要是公司今年资金紧张，大家要同舟共济嘛。这可是我特意从农村老家弄来的黑山猪，纯粮食喂养的，在滨海市场上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好东西，一斤要100多呢。”他话音刚落，台下又是一阵爆笑。市场部经理吴刚笑得差点从椅子上滑下去，他指着台上的我，夸张地对刘建明喊：“刘总，您这真是精打细算啊！发猪肉当年终奖是让我们回家自己开养猪场吗？”“就是啊，陈延墨不得请全公司吃杀猪菜啊！”有人在下面大声起哄。设计部那几个年轻女孩聚在一起，交头接耳，声音虽小，但在嘈杂的背景音中还是清晰地传进我的耳朵。陈延墨肯定把刘总得罪惨了，那还用说？不然怎么会唯独他这么特殊？我听说上个月他为了一个技术方案，当着市政府客户的面跟刘总吵起来了，那真是自找的，活该。别人38.8万现金，他半扇猪，这脸打的。我提着那袋沉甸甸的猪肉走下台，坚硬的骨头硌得手心生疼。同部门的赵磊立刻迎了上来，他是个刚毕业2年的年轻人，性格直率。他压低声音，满脸愤慨：“莫哥，你就不生气吗？这太过分了！要是换了我，非把这猪肉甩他脸上不可。”他的脸因为激动而涨得通红，看起来比我还愤怒。我摇摇头，示意他冷静：“没事，这还叫没事？这简直是把你的尊严踩在地上摩擦啊！”赵磊的音量不自觉提高了：“大家都是38.8万，凭什么到你这儿就成了半扇猪？就因为你技术比周强好，贡献比他大？”我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个勉强的笑容，没有解释。我把猪肉放在脚边，重新坐下，继续观看台上那些乏味的歌舞表演。年会仍在热闹地进行着，抽奖、敬酒、领导讲话，一派欢乐祥和的景象。主持人在台上声情并茂地宣讲着公司是我们共同的家，要团结互助之类的套话。然而不时有各种目光从四面八方投向我这个角落，有同情，有怜悯，但更多的是幸灾乐祸。抽奖环节开始了，
特等奖是一台最新款的高性能笔记本电脑。主持人从抽奖箱里摸出一张号码券，激动地喊道：“恭喜这位幸运儿，号码是888号。”全场瞬间安静下来。主持人又重复了一遍：“888号是哪位同事？请赶快上台领奖。”我低头看了眼自己胸前挂着的号码牌，888。赵磊用力捅了捅我的胳膊，压抑着兴奋：“莫哥，是你，快上去啊！”我站起身，台下响起一阵稀稀拉拉、带着嘲弄意味的掌声。在我上台的过程中，我清楚地听到有人在下面小声议论：“这运气真是没谁了。”年终奖是半扇猪，抽奖倒中了个最大的。主持人把电脑递到我手里，脸上的笑容有些僵硬。我接过电脑，对着话筒简单说了声谢谢，就转身下台。刘建明在主桌上再次举起酒杯，隔空对我喊道：“小陈，看到了吧？公司对你还是很重视的，运气都站在你这边。”他的语气里充满了居高临下的施舍感。我朝他微微点头，没有说话，抱着电脑回到座位。赵磊凑过来，忧心忡忡地问：“莫哥，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还能有什么打算？吃饭、睡觉，继续写代码？”我平静地回答：“你就真这么忍了？”赵磊的眼睛瞪得老大。我没有回答，只是将目光重新投向舞台。那里，新一轮的抽奖又开始了。年会结束时，已是晚上10点多。走出温暖如春的酒店大门，一股夹杂着湿气的冷风迎面扑来，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滨海市的冬夜，飘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我一手拎着那半扇冻得硬邦邦的猪肉，一手抱着笔记本电脑，走向地下停车场。空旷的停车场里，脚步声和塑料袋被风吹动的哗啦声显得格外清晰。研发部总监老孙从后面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他年过50，两鬓斑白，是公司的元老，出了名的老好人。小陈，你等一下。老孙小跑着赶到我身边，我停下脚步，看着他。今天这个事，老孙的脸上写满了为难。他警惕地环顾了一下四周，确认没有旁人，才压低声音继续说：“说实话，我事先完全不知道刘总会这么做。”孙总，我明白，我回答道。老孙重重地叹了口气，从磨得发亮的口袋里摸出烟盒，递给我一支。我们俩就站在停车场的承重柱后面，各自点燃了香烟。冰冷的雨丝被风卷进停车场，打在脸上，带来阵阵寒意。小陈啊，我知道你心里肯定不好受。老孙吸了一大口烟，缓缓吐出白色的烟雾。可这事儿你得想开点。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刘总这个人就是脾气急了点，心眼小了点，但公司现在正处在上市前的关键时期。老孙斟酌着词句：“你技术能力强，是公司的顶梁柱，千万别因为一时之气做出冲动的决定。”我扯了扯嘴角，依旧没有接话。老孙又苦口婆心地劝了几句，无非是让我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说等公司上市了，绝不会亏待我。他说得很诚恳，眼神里充满了对得力下属的挽留和期待。送走老孙，我将那半扇猪肉费力地塞进后备箱，发动了汽车。夜深了，路上的车辆稀少，雨越下越大，雨刷器在挡风玻璃上徒劳地来回刮动，发出吱嘎吱嘎的刺耳噪音。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光在湿滑的柏油路面上晕染开一团团模糊的光斑。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是妻子林小雨打来的。我按下蓝牙耳机的接听键：“老公，
年会结束了，年终奖发了没？电话那头，林小雨的声音充满了雀跃和期待，背景里还能听到电视剧的嘈杂声。我沉默了片刻，应了一声：发了。发了多少？我们今年是不是可以换车了？林小雨的声音提高了8度，兴奋得有些失真。我今天在网上看中一款新 SUV， 落地大概35万左右。你说我们的奖金够不够？应该够了吧？我含糊其辞地应付着。真的吗？林小雨高兴得几乎要尖叫起来。那太好了，我明天就去4S店看看，交个定金。对了，我妈说过年要来滨海跟我们一起过，到时候我们开着新车去接她，多有面子啊！我握着方向盘的手不自觉地收紧，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先不聊了，我还在开车，路滑，我找了个借口。那你小心点，我做了夜宵，在家等你。林小雨说完，便心满意足地挂断了电话。我将手机扔在副驾驶座上，长长的吐出一口气。回到位于滨海郊区的家时，已经接近午夜。林小雨穿着一身粉色的珊瑚绒睡衣，站在厨房门口，一看到我，便满脸笑容地迎了上来。老公回来了，我给你炖了银耳汤，快趁热喝点暖暖身子。他笑靥如花，眼睛里闪烁着期待的光芒。我将笔记本电脑随手放在玄关的鞋柜上，然后拎着那个巨大的泡沫箱，径直走向厨房。林小雨好奇地跟了进来，看着我手里的箱子，这是什么呀？你买什么大件了？公司发的年终奖。我将泡沫箱重重地放在琉璃台上，林小雨脸上的笑容一滞。什么？年终奖？半扇猪？我平静地重复了一遍。林小雨的笑容彻底僵在了脸上，他难以置信地盯着泡沫箱里那块巨大的泛着白霜的冻肉，足足愣了10几秒，才缓缓抬起头，目光直勾勾地看着我。你说这是你的年终奖？他的声音变得又轻又细，仿佛一阵风就能吹散。我点了点头。那别人呢？周强他们呢？他们发的什么？38万8千元，38万8。林小雨的声音瞬间变得尖利刺耳，像一把锥子狠狠扎进我的耳膜。那凭什么你是半扇猪？凭什么？他一把扯下身上的围裙，狠狠地砸在光洁的地砖上，眼睛瞪得滚圆。陈延墨，你就这么没用吗？人家都把你当笑话了，你连句话都不敢说，你到底是不是个男人？我走到餐桌旁坐下，从口袋里摸出烟盒，点燃了一支。我心里有数，有数。你有什么数？林小雨的眼圈瞬间红了，泪水在眼眶里疯狂打转。我们结婚7年了，陈延墨，你知道我这7年是怎么过来的吗？他的音量越来越大，情绪彻底失控。你说等这个项目做完，你就能升总监，我信了。你说再忍一忍，公司马上要上市，到时候期权能让我们财务自由，我也信了。可结果呢？结果就是别人拿着38万8的现金，你提着半扇猪回家。你让我以后还怎么相信你说的任何话？你让我怎么有脸去见我的那些闺蜜？林小雨捂着脸蹲在地上失声痛哭，肩膀剧烈地颤抖着。我闺蜜老公跟你一样也是做技术的，人家去年在上海拿的年终奖是60万，60万啊！你呢？半扇猪！你知道当别人问起我你年终奖发了多少的时候，我有多丢人吗？他蹲在地上哭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我妈说的一点都没错，你就是个烂好人，老实巴交的任人欺负。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怎么会嫁给你这种窝囊废？我安静地坐在椅子上，
任由烟灰一节节掉落在地，没有为自己辩解一个字。林小雨哭了很久，直到力气耗尽，才扶着墙壁站起来。他用一双哭得红肿的眼睛瞪着我：“陈延墨，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到底打算怎么办？”我说了，我自有分寸。你的分寸就是继续忍气吞声，就是让所有人都看你的笑话。林小雨擦干脸上的泪水，眼神变得冰冷而决绝。我告诉你，陈延墨，你要是还想这么窝囊地混下去，那我们这日子也没必要再过下去了。说完，他猛地转身冲进卧室，砰的一声，将门重重地甩上。我一个人坐在冰冷的餐桌旁，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目光落在厨房内半扇动的发硬的猪肉上。惨白的灯光照射在泡沫箱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芒。那一夜，我睡在了书房的折叠沙发上，沙发又窄又硬，我翻来覆去，毫无睡意。窗外的雨越下越大，雨点噼里啪啦地敲打着玻璃窗，像是在为我奏一曲悲凉的交响。我睁着眼睛，盯着漆黑的天花板，思绪回到了3个月前的那场项目竞标会。那天，客户是滨海市政府智慧滨海项目的总负责人，一个40多岁、气质儒雅的中年男人，姓王。刘建明点头哈腰地陪在一旁，唾沫横飞地介绍着公司的方案，吹得天花乱坠。然而，王先生听完后，只是礼貌性地点了点头，眉头却微微皱起，说他已经看过了滨海好几家公司的方案，都大同小异，缺乏真正能够解决城市管理痛点的核心思路。刘建明的脸色当场就有些挂不住了，但还是强撑着笑脸问：“那王局您看，我们的方案具体在哪些方面需要再优化一下？”王先生摇了摇头：“这不是优化的问题，是底层架构和核心理念的问题。你们的方案还是太传统了，无法满足我们对未来城市数据高效处理和智能决策的预期。”会议室里的气氛瞬间降至冰点，几个陪同的部门经理额头上都渗出了冷汗。我当时就坐在会议室的末尾，负责技术演示。眼看着这个价值上亿的项目就要泡汤，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能补充几句吗？我站了起来，刘建明和所有人都愣住了。那位王先生则饶有兴致地看向我：“我是滨海科技研发部的陈延墨。”我走到会议室的白板前：“王局，我认为我们方案的问题不在于理念，而在于如何将先进的理念真正落地。”我拿起白板笔，没有再看 PPT， 而是直接在白板上画出了一个全新的数据流模型。我讲了足足半个小时，从分布式数据架构、异构数据融合，到 AI 驱动的城市事件预警系统，再到高并发下的安全防护和自动化运维，每一个技术细节都阐述得清晰透彻。王先生听完后，眼睛里迸发出明亮的光彩，他站起身，用力地拍了拍手：“这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这才是智慧滨海该有的样子。”然而，我身后的刘建明脸色却变得越来越阴沉，难看到了极点。会议结束后，我们毫无悬念地拿下了这个项目。王先生离开时，特意绕过刘建明，走到我面前，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希望以后能有机会跟我进行更深入的技术交流。可是，一回到公司，刘建明就把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陈延墨，你今天是什么意思？”他脸色铁青，再也没有了在客户面前的谄媚，当着客户的面抢我的风头，让我下不来台。你是不是觉得你翅膀硬了，可以不把我这个老板放在眼里了？刘总，
我只是想为公司拿下这个项目。我平静地解释，拿下项目？你以为你是谁？救世主吗？刘建明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震得茶杯嗡嗡作响。我告诉你，陈延墨，这家公司姓刘，不姓陈。你要是不想干了，现在就给我滚蛋！从那次之后，刘建明看我的眼神就彻底变了。第二天清晨，我醒得很早，林小雨的卧室门依旧紧闭着，整个屋子安静的可怕。我简单洗漱后，热了杯牛奶，吃了2片面包，便驱车前往公司。雨已经停了，但路面依旧湿滑，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雨后特有的清冷和泥土的气息。抵达位于滨海高新区的公司时，才早上7点40，整个研发部空无一人，只有几台服务器的指示灯在昏暗中不知疲倦地闪烁着。我坐到自己的工位上，打开电脑，屏幕上密密麻麻的代码瞬间占据了我的全部视野。8点半过后，同事们才陆陆续续抵达，办公室里的气氛有些说不出的诡异。有人看到我，眼神立刻躲闪开，假装低头忙碌；有人则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用自以为很小的声音窃窃私语，但那音量却又恰好能让我听见。听说了吗？陈延墨昨天真把那半扇猪扛回家了。市场部的一个女同事说。真的假的？我还以为他会当场发飙呢。发飙？他敢吗？没看刘总那脸色。我听说啊，他没把猪肉拿回家，嫌丢人，在小区门口直接送给看门的保安大爷了。那保安大爷可真是捡了个大便宜，白得几10斤猪肉。什么便宜啊？这根本就是赤裸裸的侮辱好吗？换成我都不好意思要。我仿佛戴上了一个无形的隔音罩，对周围的一切议论充耳不闻，只是专注地盯着屏幕，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跳跃。清脆的键盘敲击声在略显压抑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突出。赵磊端着一杯咖啡，悄悄地挪到我身边，压低了声音，一脸关切地问：莫哥，你昨晚回家，嫂子没跟你吵架吧？吵了。我头也没抬，眼睛依旧盯着代码。那你真不打算走了？赵磊的声音更低了。先把手里的项目收尾工作做完。我继续敲击着键盘，屏幕上刷新着一行行新的代码。赵磊还想再说些什么，研发部总监老孙正好从外面走了进来，他径直朝我走来。陈延墨，你来我办公室一趟。老孙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但他的眼神却有些闪烁，不敢与我对视。我跟着老孙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办公室不大，被各种技术文档和书籍塞得满满当当，空气中飘散着一股旧纸张和咖啡混合的味道。老孙给我倒了一杯水，用的是一次性纸杯。小陈，坐吧。他指了指他对面的椅子。我依言坐下，静静地等待他开口。老孙在他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后坐下，点燃一根烟，用力吸了一口，然后才缓缓开口：昨天晚上回家，跟家里人说了。我点了点头。闹矛盾了？我没有出声，算是默认了。老孙叹了口气，将烟灰弹在烟灰缸里。我就猜到会是这样。他看着我，语气沉重：小陈，我知道你心里有火，这事儿放在谁身上都受不了，但是你得体谅一下公司，体谅一下刘总，他这个人就是死要面子。孙总，我体谅。我平静地回答。老孙狐疑地看了我一眼，似乎在分辨我话里的真假。你真的体谅？他追问。体谅。老孙明显松了口气，整个身体都放松下来，向后靠在椅背上。那就好，那就好。小陈，你是个聪明人，
也是个技术大牛。公司现在到了最关键的冲刺阶段，离不开你。你踏踏实实把项目做好。刘总那边，等这阵风头过去，他不会亏待你的。上次竞标会的事，是刘总脾气上来了，话说的重了点，可你也不该当着客户的面，一点面子都不给他留啊。老孙话里有话的继续说道：男人嘛，尤其是在外面，面子比什么都重要。你让他在客户面前微信扫地，他心里能痛快吗？我端起纸杯，喝了一口温水，不置可否。不过你也别往心里去，刘总就是一时之气。老孙话锋一转，开始给我画饼。等项目顺利交付，上市流程一走完，该给你的一分都不会少。孙总，我明白。我放下纸杯，好，明白就好。老孙脸上露出了笑容。你安心工作，把智慧滨海这个项目完美收官，其他的事情都别多想。我站起身，孙总，要是没别的事，我就先出去忙了。去吧，去吧。老孙挥了挥手。我走到办公室门口，他忽然又在身后叫住了我：陈研墨。我回过身，千万别冲动行事。他的表情异常严肃。我对他点了点头，转身离开了办公室，回到自己的工位。我重新投入到工作中，手指在键盘上不知疲倦地敲击着，一行行复杂的代码在屏幕上汇聚成流。中午，公司食堂，我打好饭，照例找了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落坐下。食堂里人声鼎沸，饭菜的香气和人们的交谈声混杂在一起。赵磊端着餐盘，毫不意外地坐在了我的对面。莫哥，老孙找你干嘛了？是不是又给你灌鸡汤了？没什么，就是随便聊聊。我低头扒拉着餐盘里的米饭，肯定不是随便聊聊那么简单。赵磊压低声音，一脸的不信。他肯定是怕你撂挑子不干了。我停下筷子，抬眼看着他。赵磊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就是觉得公司这么对你，太不公平了。我没有说话，继续低头吃饭。莫哥，你要是真觉得憋屈，不想在这儿干了，就别硬撑着。赵磊凑近了些，小声说：凭你的技术，离开滨海科技，有的是地方抢着要你，何必在这儿受这种窝囊气？我笑了笑，夹起一块青菜放进嘴里。吃饭吧，菜要凉了。下午4点多，我正在对一个关键模块进行压力测试，手机突然震动起来，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的滨海本地号码。我接通电话：你好，哪位？请问是陈研墨先生吗？电话那头是一个干练的女性声音，语气非常礼貌。我是陈先生您好，我是猎头公司精英猎场的合伙人，我叫李月。对方直接表明了身份，冒昧致电，是想和您探讨一下新的职业发展机会。我心中微微一动，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四周。办公室里，同事们都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没有人注意到我这边。什么机会？我压低声音问。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是国内顶尖的科技公司，他们正在寻找一位技术领军人物，全面负责他们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布局。我们研究了您过往主导的几个项目，认为您是这个职位最合适的人选。李月的语速不快，但吐字清晰，充满了专业性。我的心跳不由得快了几分。时间和地点都可以由您来定。李月补充道。我思索了片刻，好，我晚点给你答复。好的，陈先生，那就静候您的佳音。李月说完，便礼貌地挂断了电话。我盯着手机屏幕，通话时长显示为1分48秒。赵磊不知何时又凑了过来，好奇地问：
莫哥，谁的电话啊？看你表情这么严肃，推销贷款的。我随口敷衍了一句。赵磊笑了，嗨，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这些人真是烦死了，一天到晚打电话。我将手机锁屏，重新投入到工作中，但思绪却有些飘忽。接下来的几天，我的生活一如既往，每天准时上下班，写代码、开会，解决技术难题，仿佛年会上的那场闹剧从未发生过。然而，家里的气氛却愈发冰冷，林小雨几乎不与我交流。吃饭的时候，两人也是沉默相对，只有碗筷偶尔碰撞发出的清脆声响，在寂静的餐厅里回荡，显得格外刺耳。1周后的周六，我按照约定去见了那位名叫李月的猎头。见面的地点在滨海市中心一家5星级酒店的行政酒廊，环境私密而高雅，透过巨大的落地窗，可以俯瞰大半个城市的繁华景象。李月比电话里的声音听起来更年轻干练，她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黑色西装，妆容精致，举手投足间都透着一股精英范儿。陈先生，很高兴能见到您。他主动伸出手，我与他握了握手，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坐下。侍者过来点单，我要了一杯黑咖啡，他则点了一杯拿铁。等侍者离开后，李月从他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份装订精美的资料。陈先生，那我就开门见山了。他将资料推到我的面前。我们的客户是云端科技，他们希望聘请您担任公司的首席技术官 CTO。 我翻开资料，扉页上是云端科技的简介，国内人工智能领域的绝对龙头企业。他们对您在智慧滨海项目中展现出的前瞻性技术架构和落地能力非常欣赏。李月继续说道。我合上资料，平静地开口，我现在与滨海科技的合同还没到期。我们了解。李月微笑着说，所以我们愿意等。您的合同应该是下个月底到期，对吗？没错，那就正好。李月说，您可以慢慢考虑，我们不急于得到您的答复，但我们能保证云端科技给出的条件绝对会是行业顶尖水准。咖啡被端了上来，热气氤氲，香气四溢。陈先生，我能冒昧地问一个私人问题吗？李月端起咖啡杯，轻轻抿了一口。您在滨海科技工作了6年，是什么原因让您最终决定考虑离开？我转头望向窗外，高楼林立，车流如织。因为半扇珠，我淡淡地说道。李月明显愣了一下，但他很快反应过来，随即优雅地笑了。那件事我也略有耳闻，看来你们的消息很灵通。毕竟滨海的科技圈子，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李月放下咖啡杯，眼神变得锐利起来。我们之后又聊了将近2个小时，从具体的技术路线聊到了整个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临别时，李月递给我一张烫金的名片。陈先生，真诚地希望您能认真考虑我们的邀请。我接过名片，上面印着精英猎场资本合伙人李月以及他的私人联系方式。我会的，我说。离开酒店，我没有立刻开车回家，而是在滨海的街头漫无目的地走了很久。冬日的冷风吹在脸上，让人格外清醒。路边的法国梧桐叶已落尽，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在灰蒙蒙的天空下伸展着，显得有些萧瑟。手机铃声再次响起，是林小雨打来的。你现在在哪里？他的声音冷得像冰。在外面。什么时候回来？马上。我妈过来了，要在家住一段时间。林小雨说完，不等我回答，就直接挂断了电话。我站在街角，深深地叹了口气，
转身走向停车场。岳母的到来让这个本就压抑的家气氛变得更加凝重。她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女人，年近60，但保养得很好，头发染得乌黑发亮，穿着打扮比林小雨还要时髦，说话的嗓门却很大。她一进门，连口水都没喝，就开始对我进行全方位的数落。小陈啊，我听小雨说了，你们公司今年发年终奖，就给你发了半扇猪肉。他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用一种审视的、带着明显鄙夷的目光打量着我。我正在厨房给他倒水，没有作声。我当初就跟小雨说，你这个人太老实，看着就没出息。岳母的声音陡然拔高，充满了恨铁不成钢的意味。小雨偏不听我的，非要嫁给你。你现在看看，结婚7年了，还挤在这小破房子里，连辆像样点的车都买不起。林小雨坐在一旁，低着头，沉默不语，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你说你一个大男人，在公司里被人这么欺负，屁都不敢放一个，你还有没有点骨气？岳母越说越激动，唾沫星子横飞。要我说，这种破公司早就该辞职不干了，找个真正懂得欣赏你才华的地方去。我端着水杯从厨房走出来，将水杯轻轻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平静地开口：妈，您说的对。岳母和林小雨都愣住了，大概是没想到我会是这种反应。你这是什么意思？岳母狐疑地问。我的意思是，您说的很有道理，我是该好好考虑一下未来的路了。林小雨猛地抬起头，用一种极其复杂的眼神看着我，那眼神里有惊讶，有怀疑，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接下来的几天，家里的气氛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僵持状态。林小雨和岳母每天都在客厅里窃窃私语，时不时用探究的目光瞟我几眼，而我依旧像个没事人一样，每天准时上班，准时下班，回家后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对着电脑写代码。智慧滨海项目进入了最后的收尾阶段，客户那边的反馈非常好，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和各项性能指标都远超合同预期。刘建明因此心情大好，破天荒地在几次公司高层会议上点名表扬了研发部，还公开表示，等项目款全部到账，要给所有参与项目的员工发一笔丰厚的奖金。只不过，他每次说到这里，都会有意无意地将目光投向我，那眼神里带着一种猫捉老鼠般的戏谑和掌控一切的自得。老孙也因此轻松了不少，最近走路都带着风，见人就笑。农历腊月20，距离春节只剩下不到10天。智慧滨海项目正式通过了市政府的最终验收，客户方对项目成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不仅当场签订了未来5年的系统维护合同，还意向性地追加了2个周边城市的同类项目订单。刘建明高兴得几乎要飞起来，在公司高管群里连发了好几个万元大红包，引来一片阿谀奉承。那天下午，就在我准备下班的时候，刘建明的秘书突然打来电话，说刘总让我去他办公室一趟。我挂掉电话，不紧不慢地关掉电脑，穿上外套，在上楼走向他办公室的时候，我心里很清楚，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推开那扇厚重的实木门，一股浓郁的茶香扑面而来。刘建明正坐在他那张巨大的红木老板台后面，慢条斯理地摆弄着一套紫砂茶具。看到我进来，他立刻堆起满脸热情的笑容，朝我招了招手：“小陈，来，快坐。”我走到他对面的沙发上坐下，
神色平静。刘建明亲自端着茶盘走过来，给我倒了一杯茶。这番礼遇，在我入职6年来还是头一遭。尝尝正宗的武夷山大红袍，我一个朋友特意给我弄来的。他将那只小巧的茶杯推到我的面前，姿态显得十分亲和。我端起茶杯，轻抿了一口，茶汤温润，唇齿留香，确实是好茶。小陈啊，这次的智慧滨海项目，你干得非常漂亮。刘建明在我对面的单人沙发上坐下，笑着说道：客户那边私下跟我说，这是他们这些年来见过的最顶尖、最务实的智慧城市系统，这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客套地回答：哎，你这话就太谦虚了。刘建明夸张地摆了摆手，我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个项目能有今天这个成果，你陈研墨是头号功臣。他喝了口茶，润了润嗓子，然后话锋一转，切入了正题。是这样的，你的劳动合同下个月底就要到期了，经过公司董事会的研究决定，我们准备跟你续签一份新的长期合同，而且在薪酬待遇方面会给你一个巨大的提升。刘建明从身旁的茶几上拿起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文件，推到我的面前。年薪60万，另外公司会授予你1%的期权，怎么样，小陈？这个条件在整个滨海的同行业里都算得上是顶尖了吧？我拿起那份合同，随意地翻看了2页，没有说话。小陈，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知道现在外面的大环境有多差。刘建明见我沉默，继续加码：多少互联网大厂都在裁员，能有这样一份稳定又高薪的工作，机会非常难得。而且我们公司最晚明年上半年就要启动上市流程，到时候你手里这1%的期权一旦兑现，少说也是大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他停顿了一下，身体微微前倾，语气变得语重心长起来。我知道你对上次年会的事情心里肯定有疙瘩，但你要理解，那只是我跟你开的一个小玩笑，也是一种管理手段。为了敲打一下那些骄傲自满的人，我是迫不得已。你是公司的核心，你应该能理解我的苦心。我放下茶杯，依旧没有立刻回应。办公室里的空气因为我的沉默而变得有些微妙。刘建明紧紧地盯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和试探。怎么样，小陈？考虑一下，这个合同今天就可以签。我从口袋里慢悠悠地摸出烟盒，抽出一根。刘总，抽根烟。我将烟递到他的面前。刘建明先是一愣，随即立刻接了过去，脸上瞬间绽放出满意的笑容，仿佛已经胜券在握。你小子还知道主动给我递烟了，不错，有长进。我笑了笑，没有说话，拿出打火机，轻伸过去，啪的一声，为他点燃了香烟。刘建明深深地吸了一大口，靠在沙发背上，惬意地吐出一个个烟圈。看来你是想通了，那这个合同……我也为自己点上一根烟，不紧不慢地吸了一口。房间里很安静，只剩下中央空调轻微的送风声，袅袅的烟雾在明亮的灯光下盘旋飘散。刘建明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整个人彻底放松下来，用一种长辈教导晚辈的口吻说：小陈啊，我们俩也算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了，我还能亏待你？只要你以后踏踏实实的跟着我干，我保证。我抬起头，目光平静地迎上他的视线，缓缓地开口打断了他：刘总，您觉得云端科技那边开的条件怎么样？刘建明端着茶杯的手猛地一抖，
滚烫的茶水溅了出来，他却毫无察觉。他手中的打火机啪嗒一声从指尖滑落，掉在了昂贵的手工地毯上。他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惨白如纸，盯着我的眼神里充满了极致的震惊与不可置信。你刚才说什么？他的声音因为惊骇而剧烈地颤抖起来。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伸出手指，慢条斯理地弹了弹指尖的烟灰。刘建明猛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双手撑着茶几的边缘，指节因为过度用力而根根泛白。他的额头上瞬间冒出了一层密密麻麻的冷汗，嘴唇哆嗦着，似乎想说些什么，却一个字都发不出来。办公室里安静的可怕，墙上那只昂贵的瑞士挂钟秒针走动的滴答声，此刻听来竟如同重锤一般，下下敲击在他的心上。突然，刘建明像是想起了什么，一个箭步冲到办公室门口，咔嗒一声从里面反锁了房门。他转过身，后背紧紧抵着门板，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呼吸变得急促而粗重。陈延墨，他的声音被压得极低，像是在喉咙里挤出来的一样。你到底想要什么？然而，当我缓缓开口说出那句话时，他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我已经接受了云端科技的 CTO 职位，年薪200万，外加3%的干股。我平静地说道，看着刘建明的脸色从惨白变成铁青，他扶着门板的手在微微发抖，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你什么时候和他们接触的？就在你发给我那半扇珠之后。我轻轻掸了掸烟灰，说起来还要感谢你那别出心裁的年终奖，让我彻底看清了自己在公司的地位。刘建明猛地冲回办公桌前，双手撑在桌面上，声音因为激动而嘶哑。陈延墨，你这是在威胁我？你以为云端科技真的会重用你吗？他们不过是想通过你获取智慧滨海项目的核心技术。我从口袋里取出一个 U 盘，轻轻放在茶几上，这里面的资料你可能会感兴趣。他的眼睛死死盯着那个 U 盘，像是看到了一条毒蛇。这是什么？这是我6年来为公司开发的所有核心技术的完整备份，包括智慧滨海项目的全部架构设计。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按照劳动合同法，这些都属于职务作品，我无权带走。但是我故意停顿了一下，看着他紧张地咽了口唾沫。如果我离开后，公司出现任何技术泄露事故，这些资料的去向就会成为调查的重点。我缓缓站起身，走到窗前。你说，如果监管部门发现公司连最基本的技术保密措施都没有，还会相信你们有能力承担智慧滨海这样重要的政府项目吗？刘建明跌坐在椅子上，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力气。你到底想怎么样？很简单。我转过身，直视着他。我要你公开道歉，承认在年会上对我的侮辱性行为是错误的。另外，按照其他同事的标准，补发我的年终奖。这不可能。他猛地站起来。如果我这么做，以后还怎么管理公司，那就是你的事了。我拿起 U 盘，在手中把玩着。或者，你可以选择让我安静地离开，我们好聚好散。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外面传来老孙焦急的声音：刘总，市政府的王局长来了，说要见您和陈延墨。刘建明脸色骤变，急忙整理了一下西装，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这件事还没完。他打开门锁，老孙一脸紧张地站在门外。刘总，王局长在会议室等您，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谈。刘建明深吸一口气，
努力挤出一个笑容。好，我们这就过去。在去会议室的路上，老孙悄悄拉住我，低声问道：小陈，刚才刘总找你谈续约的事了吗？我点点头，谈了。那你……老孙欲言又止。孙总，谢谢您这些年的照顾。我平静地说，我已经决定离开了。老孙愣了一下，随即叹了口气，我理解你的决定，只是智慧滨海项目还需要你。我们走进会议室，王局长正站在窗前，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他转过身，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刘总，陈工，不好意思，冒昧来访。刘建明赶紧上前握手。王局长大驾光临，是我们的荣幸。不知道您这次来是有什么指示？王局长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我是专门来找陈工的。会议室里的气氛顿时变得微妙起来。刘建明的笑容僵在脸上，老孙则惊讶地看着我。王局长找我有什么事？我问道。是这样，王局长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智慧滨海项目的成功实施，在省里引起了很大反响。省里决定在全省范围内推广这个模式，需要组建一个专家团队。我想邀请陈工担任这个团队的首席技术顾问。刘建明的脸色变得很难看。王局长，这个陈延墨是我们公司的核心技术骨干，恐怕抽不出时间啊。王局长笑了笑，这个不用担心，省里已经和你们上级主管部门打过招呼了。陈工可以借调到省信息中心工作，为期2年。借调期间，薪资待遇按省里标准发放，是现在的3倍。他看向我，眼神中充满期待，不知道陈工意下如何。这一刻，我看见刘建明的额头冒出了冷汗，他的眼神在我和王局长之间来回移动，嘴唇微微颤抖，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会议结束后，刘建明把我叫回了他的办公室。这一次，他的态度完全变了。小陈，刚才王局长的提议，你怎么看？他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平和，但我能听出其中的紧张。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我说，我准备接受这个邀请。他深吸一口气，从抽屉里取出一张支票，放在桌上。这是38万8，你应得的年终奖。之前的事是我考虑不周。我看着那张支票，没有去接。刘总，现在说这些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小陈，我们共事6年，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他的声音带着恳求，你能不能重新考虑省里的邀请，留在公司？我保证给你最好的待遇。我摇了摇头，太迟了，刘总，有些伤害一旦造成，就再也无法弥补。他颓然坐回椅子上，眼神黯淡。你知道吗？公司马上就要启动上市流程，如果你在这个时候离开，还是以这种方式，投资方会怎么想？那是你需要考虑的问题。刘总，我平静地说。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李月打来的。陈先生，抱歉打扰您，云端科技这边已经准备好了正式的聘用合同，不知道您什么时候方便签约？我看了刘建明一眼，他正紧张地盯着我。明天上午10点，我会准时到。我说完就挂了电话。刘建明苦笑着摇头，看来你是铁了心要走了。人往高处走，这不是你经常教导我们的吗？我站起身，如果没有其他事，我就先告辞了。等等，他也站起来，从抽屉里又取出一份文件，这是公司给你的离职补偿，按照劳动法规定的最高标准。另外，还有一份竞业限制协议，只要你签字，公司会在未来2年内每月支付你现在工资的2倍作为补偿。我接过文件，快速浏览了一下，
这份协议的条件相当优厚，显然他是想用这种方式让我保持沉默。我需要时间考虑，我说，当然，当然。他连连点头，你慢慢考虑，不着急。离开刘建明的办公室，我发现老孙等在门口。小陈，我们能谈谈吗？他的眼神中带着恳求。我们来到公司楼下的咖啡厅，老孙点了2杯咖啡，却一直低着头搅拌，迟迟没有开口。孙总，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我打破了沉默。他抬起头，眼神复杂。小陈，我知道公司对不起你，刘总的做法确实很过分，但是你能不能看在这么多年同事的份上，再给公司一次机会？我轻轻搅动着咖啡，没有立即回答。公司现在正处于最关键的时刻，老孙继续说道，智慧滨海2期项目马上就要启动，几个投资方都在观望。如果你在这个时候离开，公司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危机。孙总，我放下咖啡勺，你还记得年会那天，我拿着那半扇猪肉走下台时，大家是怎么嘲笑我的吗？老孙的表情僵住了。你可以说我记仇，可以说我小气。我看着他的眼睛，但是一个人的尊严不是用钱能够衡量的。老孙长叹一声，知道再劝也无济于事。那你准备去哪？云端科技。我接受了省里的邀请。我说，未来2年我会在省信息中心工作。老孙愣了一下，随即露出欣慰的笑容。这是个好选择，以你的能力，确实应该站在更大的舞台上。第2天，我准时来到云端科技，李月已经在会议室等着我。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位气质儒雅的中年男士，陈先生。这位是我们公司的 CEO 张总。李月介绍道。张总主动上前握手。陈先生，久仰大名，您在智慧滨海项目中的技术架构让我们非常佩服。张总过奖了，我谦虚地说。我们坐下后，张总直接切入正题。陈先生，我们真诚地希望您能加入云端科技。除了之前谈好的待遇，我们还准备为您配备一个专门的技术团队，由您全权负责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方向。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又响了。这次是王局长。陈工，不好意思打扰你，省里的调令已经下来了，下周1就可以正式报到。另外，省里决定把智慧城市全省推广项目的总负责人职位也交给你，这可是个厅级岗位啊。我注意到张总和李月交换了一个眼神，显然他们也听到了电话内容。挂断电话后，张总笑着说，看来陈先生现在是个香饽饽啊。不过，我们云端科技给出的条件绝对不会比省里差。我思考了片刻，然后说，张总，非常感谢您的厚爱，但是我决定接受省里的邀请。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能告诉我原因吗？张总问道，语气中带着遗憾。在滨海科技这6年，我见证了太多技术被用于不当竞争的例子。我说，现在有一个机会，让我能够把技术用在更有意义的地方，为更多人造福，这是金钱无法衡量的。张总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我理解您的选择，不过云端科技的大门永远为您敞开。如果以后您改变主意，随时联系我们。离开云端科技，我直接开车回家。一路上，我想着该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林小雨。让我意外的是，一进门就闻到了饭菜的香味。林小雨系着围裙从厨房出来，脸上带着久违的笑容。回来啦，饭马上就好。他接过我的包。今天我去4S店把定金退了。我愣了一下，为什么？
你不是一直想要那辆车吗？我想通了。他轻声说，比起车子，你的尊严更重要。那天我不该那样说你，对不起。岳母也从客厅走过来，态度和之前判若两人。小陈啊，今天你公司刘总亲自给我打电话，说你要升职了，还是省里的项目。我这才明白他们态度转变的原因。我接受了省信息中心的职位，下周一报到。我说，省信息中心？岳母的眼睛亮了起来，那可是正经的政府部门啊，级别不低吧？妈，林小雨不满地打断他，不管什么级别，只要陈延墨开心就好。我看着妻子，发现她的眼中闪烁着真诚的光芒。这一刻，我感觉我们之间的距离又拉近了。晚饭后，我独自在阳台上抽烟，林小雨悄悄走过来，从后面抱住我。对不起，她把脸贴在我的背上。这些天我想了很多，我不该逼你，不该拿你和别人比较。你就是你，是我最爱的人。我转过身，轻轻擦去她脸上的泪水。该说对不起的是我，这些年来我太专注于工作，忽略了你感受。那我们……他期待地看着我。我已经想好了。我说，等我在省里稳定下来，我们就要个孩子吧。林小雨的眼中顿时涌出喜悦的泪水，她紧紧抱住我，不停地说，好，好。周一早上，我准时到省信息中心报到。王局长亲自在办公楼前迎接我。陈工，欢迎欢迎。他热情地握住我的手。你的办公室已经准备好了，团队成员也在会议室等着了。跟着王局长来到办公室，我惊讶地发现这个办公室比在滨海科技时的大得多。窗外就是省政府的园林景观，这是项目组的所有成员。王局长介绍着会议室里的10几个人，他们都是各省直单位抽调来的技术骨干。以后就归你指挥了。我看着这些陌生的面孔，他们中有年轻的，也有年长的，但每个人的眼中都带着期待和好奇。大家好，我是陈延墨。我简单自我介绍，希望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能合作愉快。会议结束后，王局长带我参观整个信息中心。陈工，省里对智慧城市项目非常重视，投资预算比滨海项目多了10倍。你有什么需要，尽管提出来。王局长，我停下脚步，我只有一个要求，在这个项目里，技术决策必须由技术人员来做，不能受行政干预。王局长笑了，这正是我们请你来的原因。省领导已经明确表示，这个项目要以技术为主导，行政只负责配合。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刘建明。小陈，听说你今天正式报到了。他的语气中带着刻意的热情。什么时候有空，我们聚一聚。公司最近接了几个新项目，还想听听你的意见。刘总，我现在工作很忙，恐怕抽不出时间，我婉拒了。理解理解。他连忙说，那这样，我让财务把你去年的项目奖金打过去，差不多有20万，这是你应得的。挂了电话，王局长好奇地问，是滨海科技的刘总？我点点头，他最近日子不好过啊。王局长说，你们离开后，智慧滨海项目出现了好几次技术故障，市政府很不满意，听说投资方也在重新评估上市计划。我没有说话，但心里明白，这就是不尊重技术人员的代价。下午，我主持了第1次项目会议。让我意外的是，团队成员提出的技术方案都非常保守，明显是受之前工作环境的影响。各位，我打断了讨论。我知道在政府单位工作，求稳是第一位的，但是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引领全省未来10年发展的智慧城市项目，不能用老思路来做。会议室里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我。从现在开始，我们要用最前沿的技术，最创新的思路。我打开投影仪，开始讲解我的构想。我们要做的不是简单的信息化升级，而是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重构城市管理模式。我看到几个年轻成员的眼睛亮了起来，但年长些的仍然面带忧虑。当然，创新不代表冒险，我补充道。每个新技术上线前，我们都会进行充分的测试和评估，责任由我来承担。会议结束后，一个年轻成员悄悄找到我，陈总，我一直想做一些创新性的尝试，但在原单位总是被否决。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看着他激动的表情，我仿佛看到了几年前的自己。晚上回到家，发现林小雨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还点了蜡烛。今天是你新工作的第1天，庆祝一下。他笑着说。吃饭时，他告诉我今天去找工作了。我惊讶地看着他，为什么？我的收入足够我们生活了。我知道。他握住我的手，但我想和你一起进步。我已经面试成功了一家设计公司，下周1上班。看着他自信的笑容，我感到由衷的欣慰。那个我曾经爱上的独立自信的女孩又回来了。饭后，我们坐在阳台上看夜景，城市的灯火在远处闪烁，就像无数个希望的种子。还记得我们刚结婚时的梦想吗？林小雨靠在我肩上。你说要成为一个顶尖的技术专家，我说要成为优秀的设计师。现在我们的梦想都在实现的路上了。我轻轻搂住他的肩膀。第2天到办公室，我发现桌上放着一份来自滨海科技的文件，打开一看，竟然是刘建明亲笔写的道歉信。信中为年会上的行为表示歉意，并承诺在公司内部消除不良风气。随信附着一张40万元的支票，备注写着特别贡献奖金。我思考片刻，把支票退回，但收下了道歉信。有些东西比金钱更重要。1个月后，智慧城市全省推广项目正式启动。在启动仪式上，我作为项目总负责人发表了演讲。技术最终的目的是为人服务。我在演讲中说，真正的智慧城市不是冷冰冰的数据和算法，而是能够让每个市民都感受到科技温度的城市。演讲结束后，王局长告诉我，省领导对项目规划非常满意，决定追加投资。在回办公室的路上，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陈总，我是赵磊，听说您在省里组建了新团队，不知道还缺不缺人？我笑了，当然缺，特别是像你这样有冲劲的年轻人。那我明天就去辞职。赵磊兴奋地说。挂断电话，我看着窗外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曾经的侮辱和委屈，如今都化为了前进的动力。人生就是这样，有时候最深的伤痛会开出最美的花。重要的是，永远不要放弃自己的价值和尊严。晚上，我和林小雨一起去看了新车。这次，我们选择了一款普通的家用车，但它代表着我们新生活的开始。等到项目上线，我们就要个孩子吧。在回家的路上，我说。林小雨幸福地靠在我肩上。好，都听你的。车载收音机里正在播放一首老歌。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奢望。我握紧方向盘，目光坚定地望向前方。路的尽头是属于我们的崭新未来。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
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